60岁的老太太一夜之间变回了20岁，开始了第二次奇妙又有趣的生活。她叫吴墨顺，虽然3代同堂，但关系并不像想的那么融洽。女婿是个亏钱高手，投资啥都亏，创业不过3年必破产，最后还得她这老太婆来填窟窿。至于女儿，则真正是个女强人，家里话事全由她一人说了算，毕竟她负担着大部分家用。她唯一的孙女何娜，高3不学习，只想追音乐梦。墨顺60大寿那天，她说想去参加个歌唱比赛，女儿却马上反对，那比赛不是随便能上的，去了肯定会后悔。墨顺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会那么严重，顶多被淘汰。可女儿坚决不同意，认为电视台定会利用上演感人老人故事拉拢同情心。你是觉得妈妈很丑陋，让你无法抬头吗？本来和谐的气氛顿时冷到了冰点，气得没吃饭就冲出了门，心里盘算着即使女儿不同意，他也要参加。就在这时候，摩托车停在他身边，骑车的竟是他青梅竹马老金。他二话不说递过一个摩托帽，就给他戴上了。另一方面 F 娱乐的董事长小韩和飞利浦达成了合作协议，对方将投资他的女团，3个月后出道，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。但其助手突然来报，女团主唱艾米丽突然失踪了，这么急怎么找人临时替补 C 位呢？与此同时，老金和墨顺来到了比赛现场，并真诚地鼓励他，这是认识他60年来最耀眼的一刻。满怀信心的墨顺一上台就看到台下的老对手金爱心，具体原因剧里没提，我猜这可能和她那失踪多年的丈夫有关。总的来说，墨顺唱得越来越没底气，最后评委直接叫停了比赛。他刚下台，金爱心忽然喃喃自语，当歌手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很明显他在点墨顺的脑袋。墨顺没搭理他，但转身走向后台时差点摔倒。原本只想证明自己不输给金爱心，没想到弄成这样，他愈想愈难过，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画面切换，老金陪墨顺走回家，还没走到家门就听见女儿在责骂外孙女，原来何娜不愿意高考。得知此事的父母几乎气炸了。墨顺快步冲进屋子问发生什么事了，知道是因考大学才这样。他告诉女儿别只对孩子凶，要先了解孩子为何这么想。未料女儿一转对他，责怪他溺爱过度。女儿越说越激动，明说和妈妈住一起很压抑，埋怨小时候缺乏关心。他是靠自己学习，靠自己找工作，一步步走来才有了现在的成果。墨顺听了也火了，大声质问女儿，从出生就自己换尿布，自己长大的，对吧？女儿好坏，我来教，别再对我指手画脚。屋内一下子静得吓人，谁也没再开口。许久之后，女儿不管不顾地忙活着，如果早点分开住，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了。墨顺感到一阵心寒，然后站起来离家出走。他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着，一度想到了自杀。就在那时，出租车悄悄跟踪墨顺，因为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司机便热心地邀请他上车。值得一提，这辆出租车是个人所有。墨顺一上车不久就睡着了，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家照相馆，而且似乎是专拍一项的。既然来了，墨顺索性决定拍一张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照相馆老板和司机长得一模一样。打算自尽的他没多想，就按照老板的安排拍了照，拍了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就在快门响起那刻，他仿佛置身一片沙滩，紧跟着一波巨浪把他拍回现实。墨顺回过神来，被镜中自己吓了一跳，曾经满是皱纹的脸突然变成了一个20岁少女的样子。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，狠掐自己一下，确认这不是梦，然后慌忙跑出了照相馆，站在熙熙攘攘的街上。接下来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呢？60岁的老太太与20岁的少女灵魂互换，少女一夜变老变丑，脸上还长满了老年斑，因此自卑到消失，而老太太被突然变年轻吓坏了，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小心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疯了。恰好路边有些学生在等公交，一个学生上前问了她，是更像老奶奶还是年轻姑娘？孩子们听了立刻兴奋起来，有的说她像姐姐，反正没人觉得她像老奶奶。此外，发型和衣着显得有点老土，因为小胖觉得比他奶奶还显老。虽然被几个孩子取笑了一阵，但他确信了一件事，疯狂的不是墨顺，而是这个世界。不一会儿，墨顺坐车回到小区的路口，他正在头疼该如何向家人解释。这时，小店的老板娘拿着桶水冲了出来，小姐，请闪开一下。墨顺一下子就跳了出去，反应特别快，这一跳真不简单。他突然发现，多年的风湿痛神奇般消失了。被泼了一脸水的男人开始抱怨，墨顺这时才注意到他，这不是老金的儿子小金吗？毕竟他看着这孩子长大，他心想，对方应该能认出自己是阿姨的。小金昨晚喝了好多酒，他昨晚在酒吧是陪酒的，悄悄跟来，这肯定有原因，可能是对他有意思。墨顺一听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竟敢去勾搭跟妈妈同龄的人，气呼呼地抓起包包，决定给小金点教训。但话说回来，连多年的老邻居都没认出他，家里人看到会是什么反应？墨顺也没底，身体变得更加柔韧了，皮肤也变得如此嫩，仿佛能掐出水。难道这是上天赐给的年轻？正在这时，墨顺看到了他的女儿，心里感到异常挂念，不会连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吧？结果女儿就这么从他身边走过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这使墨顺感到生气，独自嘟哝，他能一眼认出，即便孩子成了大人，现状无法有所作为，于是决定去照相馆找老板问个明白。靠记忆找到公交站，照相馆早已不见踪影，
连个牌匾的螺丝也没留下。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一辆出租车刚好路过，正好压爆了地上的饮料盒，盒里的液体溅了他一身。另外，那个出租车司机其实是照相馆老板。毫不知情的莫顺决定买套新衣，最后被2个销售忽悠。他挑了一套很艳也显老的连衣裙，付款准备离开时，店员却叫住了他。店里有个买衣服拍照发朋友圈的活动，上传文件即可得2万韩元现金优惠。傍晚时分，莫顺正准备回家，路过一家叫皇家的酒吧，回忆忽然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曾在这里工作，偶遇同龄的金爱心，后来经常被邀请和朋友出去玩，慢慢的喜欢上了音乐，同时也爱上了那个以为能共度一生的人。想到这里，莫顺决定进去看看。而现在的酒吧环境对他来说好陌生，灯光昏暗，人们行为开放，甚至连点杯饮料也得通过一台完全看不懂的机器。莫顺在自助点单机前徘徊良久，以至于后面的人开始不耐烦。这时，外孙女何娜突然出现，轻松帮他搞定了一切，匆匆走向后台。待莫顺想找何娜时，人已经站在舞台上，开始唱热场歌。看着台下众人随着音乐摆动，他终于明白为何外孙女不愿去大学。演出一结束，莫顺拦住何娜，表示要请她唱歌以表感激。艾米丽的位置找到了，一家服装店发布了她的照片。小韩根据位置信息迅速赶到，并从店员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莫顺唱歌唱得正嗨，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，他二话不说冲进厕所，但没多久，他脸红红的走了出来，因为又到了他的例假期。可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不但卫生巾直接摆在便利店，连店员都是些年轻的男生，这让内心觉得自己有60岁的莫顺觉得尴尬。他勉强拿起一大包想去付款，却被突然撞到掉在地上。莫顺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人就帮他捡起卫生巾还给他。原本就十分尴尬了，现在真是尴尬到不行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莫顺狠狠地训斥了小韩一番，本想结了账继续和外孙女唱歌，但是因为时间太晚，再加上何娜明天要备战面试，只好拒绝并打算回家了。这时小韩又挡住了莫顺，追问真的忘了自己了吗？或者是因为某种意外失忆了？莫顺觉得这个年轻人真奇怪，明明不熟却怪异得很，会不会脑子有问题？小韩也不想多说，直接拿出手机给莫顺看，屏幕上是艾米丽第一次面试唱歌的视频。艾米丽和现在的莫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总之，小韩向他示警，无论如何都得遵守合同，就算失忆了，也得像那个人的影子活着。然后给了一张名片，嘱咐有意向就来公司。另一方面，女儿升为了部门经理，她立刻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丈夫，两人开心的打算晚上喝点庆祝一下。不巧他们的谈话全被离家出走的母亲听见了，她误认为没她孩子们就能快乐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莫顺就去了小韩的公司。虽然他不反对按计划出道，但他还有个疑问，如果艾米丽真的回来怎么办？他不想取代或觊觎任何人的东西，就算再穷也不能偷别人的人生。艾米丽是不会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她就在这边。归根到底，两人对假货的问题没能讨论出个所以然。就在莫顺打算离开公司时，突然撞见了一个和他60岁时一模一样的人。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外从花甲之年重返青春的他，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位年轻男士所吸引，心跳如初恋般加速。但他清楚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念头。原来莫顺在娱乐公司遇到了一个与他年老时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然而在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，就被小粉突然拉走了。紧接着女团成员们将莫顺围在天台上，他们嘲笑他的穿着老土，质问他为何不告而别。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有多辛苦？显然没有一个团员对他的回归感到高兴。莫顺立刻意识到这些人平时没少欺负他，心想未来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。这时大波浪警告莫顺，如果他再敢乱来，就有他好看的。在另一边，莫顺偶遇了来面试的外孙女何娜，因此两人没聊几句就匆匆告别。面试期间，何娜不仅自弹自唱了她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还即兴表演了一段舞蹈。殊不知莫顺答应小韩回公司有一个条件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买一送一，必须同意让何娜成为公司的练习生。那天夜里，何娜迟迟没有等到面试结果的回复，群里的小伙伴透露，通常类似的情况就意味着被淘汰了。然而聊天的内容恰好被回家的妈妈听到了，她意味深长地教育何娜，每次孩子高考失败，父母就如同被判了8个月的监禁和4000万韩元的罚款。庆幸的是女儿不用考3次，所以重新报个补习班还不晚。何娜明确表示没有重新读书的打算，况且这是她第一次面试，读书至少还能1分耕耘1分收获，而她的实力和才华在第一次面试就失败了，有什么保障呢？她也真是的，就算同样的话也没必要这么刺耳吧。再怎么说，父母看到子女难过不是应该先安慰他们才对吗？最终母女俩彻底闹翻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韩决定让何娜加入女团一起出道。紧接着他邀请莫顺吃火锅，实际上是想确定一件事。先撇开一切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过我？不然你没理由这样。你是在对我表达不满吗？我们在美国的那些事全都是假的吗？在小韩满怀期待的眼神中，莫顺只好承认他听不懂洋文，也就是说忘了以前二人是什么关系了。
小韩虽然有些失落，但还是递上了签下祖孙俩的合约，并且严肃地提醒，一旦在上面签了字，不光吃饭上厕所，就连死都得等他同意才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莫顺在宿舍醒来，他发现房间里多了一张小床，猜到那是给外孙女准备的，顿时对小韩的好感增加了不少。下午在练习舞蹈的时候，助手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拽着莫顺就往外走，直接带到高档理发店，把他的方便面头改成了和奥黛丽一样的发型。还别说，焕然一新的莫顺漂亮极了，整个人也变得特别自信，走路的姿势吸引了不少异样的目光。然而他并不在意，毕竟无论是梦还是诅咒，他都享受着年轻。傍晚，莫顺走进了演播厅，一下就被正中央的麦克风吸引住了。他见四下没人，就开始唱了起来。没想到优美的歌声把小韩给吸引到了这里，于是一个人用心的弹吉他，另一个深情的演唱。殊不知发生的一切都被小韩的阿姨李爱欣看在了眼里。临分别前，小韩递过来一沓流行歌曲，里面还附带了无线耳机，叮嘱不能一味的只唱老歌，必须要练习这些。然而莫顺的心总是静不下来，时常不自主的会回想起刚刚和小韩在一起的情形，脸颊发烫的同时心也跟着砰砰乱跳，不知不觉中他似乎喜欢上了对方。第二天，公司董事长来给新人打气加油，恰好莫顺找小韩有事，他定睛一看才发现董事长竟然是老仇人李爱欣，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惊讶，手机掉在了地上，然而发出的声音引起了李爱欣的注意，他也认出了眼前的女儿。那天莫顺遇到了老对头金爱欣，态度还特别差，事后丹尼尔就批评他，至少要讲基本礼貌，别总是没大没小。可莫顺没觉得自己有错，反而很想知道自己拼命努力的成果会不会让金爱欣也跟着受益，甚至老年生活更舒适。丹尼尔直言，阿姨的企业那么大，早就脱离舒适区了，如果硬要找联系，最多只能算画个句号，毕竟阿姨唯一的遗憾就是国际舞台。因此丹尼尔希望莫顺能实现这个梦想，也算成全阿姨和自己。经丹尼尔这么一说，莫顺更不可能去做了，因为50年前一直教他音乐的春浩突然去世，还给他留下了珍贵礼物。据春浩哥哥说，莫顺的声音和情感都很特别，弟弟喜欢听他唱自己的歌，也想亲自帮他出道，无奈世事无常，最终只能遗憾地留下为他写的歌。可莫顺只会唱歌，不懂曲谱，于是找到了金爱欣。然而金爱欣看到是春浩专为莫顺留的歌后，就起了坏心思，他以帮忙制作伴奏卡带为由留下了笔记。当时莫顺还挺高兴，结果金爱欣就凭借里面的歌成了知名歌手。画面一转，何娜一眼看出莫顺的郁闷，莫顺也顺势问了孙女，是实现50年的梦想重要，还是报复50年的仇人重要？然而何娜还小，根本体会不了那么长远，如果让她选，与其为仇人放弃梦想，不如用实现梦想来报复对方。经过孙女的开导，莫顺也终于想通，毕竟好不容易才遇上机会恢复青春，总不能又因同一个人被毁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莫顺开始了艰苦训练，跳舞的动作也逐渐有模有样了。不过发音始终无法准确调节呼吸，所以老是感觉后劲不足，因此灿美让他试着减少呼吸，这样就能显得更加有力。结果莫顺虽认同他的观点，但他就是不改。不过他私底下又偷偷增加体能训练，以期待更好地掌控呼吸节奏。与此同时，老年莫顺正看着手机里的年轻莫顺愣神，看他的行李和机票似乎是要离开这里，但他又突然想起和莫顺碰面的场景，以及和那亲切的称呼，这让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坐上了出租车，巧得很，那个司机正是改变两人命运的相馆老板。这人让他把发生的一切都当成梦境，全忘了吧？不行。另一边，莫顺突然发现丹尼尔曾经也是歌手，经过何娜讲解才得知，当时有个狂热粉丝对丹尼尔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并且穷追猛打到了擅闯宿舍的地步，直到最后报警才出现反转。原来丹尼尔坦白两人正在交往，其实这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可最后丹尼尔突然宣不隐退，直到最后转型成了制作人，才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突然收到一则简讯，对方虽是陌生号码，但他一下就猜到是谁，于是询问了丽娜，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毕竟那人已经结婚，也说过不再回国。丽娜也没想到那人离婚后会突然联系丹尼尔，便给他安排了保镖。于是丹尼尔就在这种心情下来到了公司，结果电梯门刚开，就看到莫顺在炫耀他的屁股。本着看都看了的原则，丹尼尔便邀请对方共进晚餐，结果莫顺直接给他上演了一次什么才叫吃播。丹尼尔虽然佩服莫顺面对生活的态度，但他不安的眼神还是引起了莫顺的注意。于是莫顺又拿出一盒刚配的药递给丹尼尔，并嘱咐他在无法冷静时可以吃一颗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丹尼尔露出了别样的眼神，别那样看着我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？莫顺仔细想了想，然后得出结论，虽然现在都说年下男很受欢迎，但我对年轻男生没兴趣，我觉得至少要满60岁才算是男人。丹尼尔没想到莫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第二天，莫顺意外地碰见了女儿，发现她不仅刚从售房处出来，还换了新车。想不通的莫顺来到了汗蒸店，恰好又遇到了以前的街坊邻居，于是他耍酷地扔掉毛巾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展示了一下年轻人的妖力。不得不说，老年人突然焕发青春，还是会有在同辈人面前炫耀的念头。就在他离开时，
意外听到这些人透露，女婿虽然担心他的安危，但女儿却在四处寻找公寓，言外之意就是准备和他分开住。于是莫顺就这样赌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结果又看到女婿和一位女性关系亲密，这让他不知道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于是趁着老普给他打电话的机会，他主动上前与他相认。然而老普愣是瞪着他的老花眼看了半天，结果就冒出一句我不认识你。魏顺只好透露老普的糗事。54年前的摔跤决斗比赛中，老普为了捍卫尊严，表现的那是相当自信，因为当时他手握2样东西，一个是摔跤腿绳，另一个就是莫顺的心。然而事情总有意外，由于他赛前吃了山羊肉，就突然感觉下腹一阵凉意，然后就在使劲的同时一泻千里。够了，吴女士，我信你，别再说了。老普虽然再次听到自己的事，但还是难以置信，于是决定亲自试试。结果被莫顺反击了，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脸，脾气倒是挺像的。接下来莫顺请求老普帮他想个办法回家，但不能暴露真实身份，因为他想趁机确认儿女们隐藏的真心，然后再继续自己的生活。同时莫顺还希望老普一定要找到车牌号为333的出租车司机，因为只有他能找到那家照相馆，而只有找到那里，才能了解变年轻的原因以及维持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与众导师观看了莫顺的训练成果，发现他无论是学习速度还是跟上团队的进度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霍伊认为唯一的缺陷是他我行我素的风格影响了团队的合作，灿美也觉得是丹尼尔的偏爱才让其他人感到不满。丹尼尔索性也不装了，大方地承认了就是偏爱，那又怎样？一旁的丽娜只好圆场，认为可以用出道曲来进行团队的验收。随后几人来到了训练厅，宣布了和娜一起参与出道曲的舞蹈训练的消息，同时还让众人在重新分配后做好随时接受公司进行的能力评估准备，而无法达成目标的人将被淘汰出局。第二天，老普就给莫顺换了一部新手机，毕竟他用旧手机容易暴露身份。然后他叮嘱莫顺千万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他常用的那些词。没过多久，老普就带着莫顺回到了他家，还向支书夫妇介绍了莫顺的新身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来访，来人竟然是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老年艾米丽。他不仅没有感到困惑，反而直接称呼对方，这突如其来的称呼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然而艾米丽转头又说人老糊涂，说错了话，但莫顺并不这么认为，毕竟两人已经见过不止一次。于是他拉着艾米丽来到外面，决心弄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和来意。姐，我们总得见一面吧？姐吗？长相一模一样。艾米丽上前抱住姐姐，想要重温当年的亲情，没想到莫顺直接将她推开。对我来说，你早就不存在了，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莫顺此时非常纠结，虽然他想知道艾米丽为什么要冒充自己，但又不想听她的解释，于是想让她赶紧离开。但突然重获的青春又让他感到吃力，同时他也不明白艾米丽是怎么认出他的，或者怎么会知道他重获了青春。艾米丽正想告诉姐姐，却突然接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警告，那可是绝对的禁忌条款。接完电话后，艾米丽就逃离了这里，以至于莫顺都没搞清楚状况。回到公司后，丹尼尔让大家迎接会长准备的晚餐，谁知莫顺又出了岔子。他不仅对金爱心鼓励众人的言语不屑一顾，还借着酒劲含沙射影地暗讽某些人，说他们取得的成就只是踩着别人前进的丢人勋章，而他则要靠自身努力公平竞争。丹尼尔没想到他总是状况频出，便将他拉到外面，希望他至少要懂得基本礼节，不要总是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然而莫顺认为是自己喝多了才导致口无遮拦，保证下次不再犯错后就准备回去了。你要去啊？去继续学习，既没有基本礼节，态度也这么差，如果不想被赶出去，我就得拼命练习才行。其实莫顺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当年他也曾怀揣着音乐梦想，可金爱心答应的伴奏卡带让他苦等，结果是所有朋友都清楚那首歌已被金爱心窃取，并且他还成了众人眼中的知名歌手，而他却成了一个主动献歌的小丑。第二天，霍乙因临时有事便拜托秀珍，让他通知女团成员检查时间改到2点，特别强调一定要通知莫顺。结果霍乙找错了人，这女人早就对莫顺有成见，便私自篡改了时间，导致检查时习惯早到的莫顺迟到了17分钟。检查一结束，莫顺还想用怀柔政策感化秀珍，希望她能放下成见，公平竞争。谁知这女人心怀叵测，转头丹尼尔就收到金爱心的通知。等他赶到后，金爱心给他看了几组照片，原来莫顺无意间碰见老普，便询问了胞妹端顺的情况。老普只记得他去了国外，然后就断了联系。殊不知两人的碰面被秀珍看到，还一路跟踪偷拍了两人的照片。丹尼尔本想调查一下，但金爱心早已心生不满，加上秀珍的挑拨，便要求丹尼尔直接开除莫顺。没多久，丹尼尔来到训练厅，正好看到莫顺和老普通话。你最近不是没法领钱吗？所以我先领了一些，你急用的话可以先拿去。吓我一跳，就是这次通话让丹尼尔不再调查，反而直接通知莫顺，那个为你着想还给你领钱的男人是谁？感觉不像是家人啊。你被淘汰了。老头正准备送老太太去上班，小伙子一把夺过头盔，并严厉地让他跟他走。老头还想争取，但丹尼尔以安全为由极力反对。安全方面你放心，你不上车吗？没想到丹尼尔又以公司禁止一人骑摩托的规定为由拒绝，莫顺只能在老普失望的眼神中坐进专车。然而丹尼尔还没到公司，就
让莫顺提前下车，并声称没哪个练习生是他负责接送的，气得莫顺一肚子火。没多久，众人就看到状态良好的莫顺。丽娜本想上前安慰，但莫顺啰嗦了半天，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，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问心无愧，也不会在意。同时希望大家都公平竞争。转眼到了能力评估的时间，就在大家准备开始时，金爱心突然出现在评估现场。成员们经过长期磨合和努力，整体舞步配合都达到了预期标准。然而人生总有意外，莫顺在上次歌曲选秀被金爱心嘲讽后，再次受到他的影响，导致舞步和走位都出现了严重错误。何娜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还在等莫顺的老普意外碰见了艾米丽，他好奇对方到底是谁。你们不是已经认识50多年了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没等老普回答，艾米丽就突然离开了。老普也不再纠结，直接喊住出来的莫顺，把刚买的潮流服装递给他。然而莫顺刚结束考核，就担心老普的出现会惹人误会。你来这会让我很困扰。莫顺知道自己话说重了，刚想解释，就看见了秀珍等人。莫顺走后，老普既失望又后悔，还带着不舍。就在他胡思乱想时，视线逐渐模糊，头脑也越发昏沉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当晚，莫顺来到老婆家门前，想解释一下，却发现老普不在家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于是决定下次再去道歉。祖孙俩相比其他4人的快乐，明白也许可以回家了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上层 Z 对这次评估都有各自意见，或以成见颇深，完全不看好何娜和莫顺，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天资。灿美却觉得艾米丽已改掉慵懒的唱歌习惯。就在几人纠结时，众人收到公司内部传出的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恰好是莫顺祖孙俩在社区老人比赛上的表演，而这种即兴的老歌新唱方式已在社交网站广为传播。与此同时，艾米丽突然出现在莫顺家中，看他的架势似乎打算搬进来。另一边，莫顺发现老普已经失踪3天，心情虽有些低落，但很快被老板娘打断，因为听说他曾追的爱豆来到了这边。于是莫顺立刻出现在歌迷现场，但周围全是疯狂的老人。他在众人推挤中直接向后倒去，不过很快被一个小伙子抱住。在对方将他放下后， 조심 좀 해요. 다치면 어쩌려고. 설마 박씨?